我是尼莫。刚学魔术的时候，很喜欢狂人手铐或者是披荆穿越等效果。我在想，有什么样的素材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呢？发现了像这样子的金属链，非常的合适，也很生活化，并且呢，我们将穿越的效果做到更加的视觉化，随身携带也非常的方便。在1年多来，不断的做材质调整以及结构细节，这就是 T1000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OK， 你们收到的时候呢，里面会有3条链子。首先呢，先介绍道具的部分。这一条链子是特制的，全部都是由磁铁组成的，它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打开来，所以在穿透的时候呢，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做穿透。接着呢，这2条是用强化纤维制成的。那这2条呢，它的珠子也是特制的。它跟磁铁是不会互相吸附的，并且可以给观众检查。珠子的间距也是经过计算，用来做穿透使用的。基础教学的时候会再提到更详细的部分。OK， 在大多数的表演方法里面呢，动的都是磁铁这一条，而绳子串的这一条呢，则保持不动，像这样子。那刚刚前面有提到，这个绳子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，在这个间距的部分，在穿透的时候呢，我们磁铁这一条会像这样子来回拉动。那这个动作呢，是为了让中间这个间距出现。在自己的角度会看到这个间距出现之后，就可以做穿透。在观众的角度是看不到的。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，就是在穿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尽可能保持水平。在拉扯完之后呢，这个珠子的间距会因为震荡而保持平均的排列，这时候就看不到这个间距。如果说在这个穿透的过程中呢，你是有倾斜的状态，你会看到这个珠子的间距出现。当然，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，是它不会说那么的自然，尽可能还是不要让观众看到它的存在会比较好。那做完第1次穿透之后呢，第2次的穿透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注意。这一条是磁铁的，这条是绳子串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必须要把珠子像这样子往外推，让珠子的外面呈现密集的，间距留在手中间，这样子珠子才可以滑顺的移动。那如果说你放松了呢，这个间距就会出现在这里。那这个时候是穿透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状况。接下来呢，要讲解在观众手上表演的部分。我会把磁铁这一串呢放在观众的大拇指，绳子这一条呢保持不动，不要放开来。在串上去之后呢，我们要让上面这一条间距稍微大一点点，底下这条比较无妨。像这样子，绳子的间距会大多数在上缘，底下这条是比较密集。那在穿透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像这样的摩擦，让观众感受到这个链子本身是实体的摩擦。那穿透的时候一样会看到中间会有这个间距出现，然后拉。那这个部分比较重要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直接往下压，它有可能会吸在一起。那为了避免这个状况发生呢，我们在一开始就会先抓住观众的手。那在做第2次这个穿越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假装你在施力，然后让他的手带有一点前后的晃动，珠子是这样子摆动的。那在这个摆动的状况之下呢，珠子落下，它就不会吸在一起。
那其他配件跟素材的结合的话呢，我还蛮喜欢皮筋跟戒指的。皮筋最好是用比较新的橡皮筋，它的表面摩擦力比较不会那么大，会比较好使用。那在穿透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尽可能的不要放在太正中间的位置，正中间它的震荡会是最大的。那震荡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让磁铁吸在一起。我们要避免这个状态发生，尽可能可以放在靠近侧边一点的位置。那在同时拉下第一条的过程中，第二条也同时往下拉一点点。第二点，第一条放开的同时，第二条要往下带一点点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可以避免磁珠剧烈的晃动。那剧烈的晃动就会让磁铁吸在一起。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比较简单，皮筋往后拉，往左右撑开，就 OK 了。戒指的部分呢，有几个重点，尽可能不要挑选这个戒指的壁厚太厚的，越薄越容易穿越。穿越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放在第一个指节，这个指腹的位置放上去，在这个珠子的缝隙上面，然后呢，把戒指往下按进去。按进去之后呢，你的中指再往后推，这个戒指就可以穿进去。放下来的时候呢，中指记得往下退到整条链子的中间位置，避免链子因为摇晃吸在一起，像这样子。最后就可以打开来展示。最后穿出来的部分呢，我会建议用转的方式，像这样子，1、2、3旋转，往下画一个半圆，就可以展示链子、戒指。那美国枷锁的部分，我会建议尽可能在影片中做使用就好。它在现场的演出是需要经过非常多的练习，它是有一定的难度。那讲解一下美国枷锁这个效果，它需要注意的重点大概有几个。第一个是我们的猪腰扣位置要尽可能的避开我们要穿越的地方，也就是说这2条直线，让我们尽可能不要让它到弯曲处，因为此力线是直线的。在这个状态之下，如果你把它放到弯曲处，它就会相对容易喷开来，它的磁力相对弱的。所以我们尽可能放在直线，但避开我们要穿越的地方。那1、2、3、4这几个地方都是 OK 的。那绳子这个部分呢，可以像这样子往下拨开来，它不用绷到很紧，尽可能的让我们上面这一条这个间距保留在上面。底下呢微松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穿越的地方，尽可能让它容易一点，像这样子拉开来，间距大部分都在上面。那在穿越的时候呢，2条都要尽可能的放松放软，不要把它绷直，像这样子放软，然后带过去之后再伸直，像这样子再伸直。分解过程中，它是4条单独慢慢的穿越。那等到你做顺了之后，它就会像瞬间穿越一样。金属手链很扎实，小拇指骨头很坚硬，看好。小拇指抵住手掌，不可能出来，封闭的空间。3、2、1，瞬间逃脱出来，小拇指还是抵着手掌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像这样，面对观众，放进来，
放到最深处。3、2，准备好，1，瞬间穿透。大家好，我是简子，提供给大家一个 extra bonus idea。这个点子是这样的，它是用正常的手链可以达到穿透的效果，所以呢，完全用不到这串磁力的。所以我们现在 focus 在正常手链的部分。那这个点子有趣在什么呢？它很适合在表演完正常的程序之后 ，T1 骚人的程序之后，假设你已经交换完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再拿回一条正常的，直接表演这个效果，观众就会shock， 因为他已经对这个有点起疑，说怎么会发生？他一直在检查，就你又拿过来直接演，他就觉得哇，正常的链子又做到这个效果，会延续那个感觉。那我们只需要准备正常的串珠链，其中一条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魔术是原始于有2个魔术师。我这边要 credit 他们一下，一个是 Justin Miller， 他的 Divorce， 他是用戒指啊，从小拇指上正前方这样穿透。另外一个是我的好朋友 Patrick Kuhn， 他在 311 上面发表的 Reflex， 他把戒指放在应该也是无名指，然后抵住，用手抵住，直接就穿透出来。这个魔术原理跟他们的几乎是一样的概念，但是呢，它这个金属球串在这个线材上的关系，它会滚动，所以反而更适合做到这个效果。这个魔术呢，是因为我的好朋友 Magician G from Canada， 他发现反而这个魔术很适合做这个。最早我就思考过类似，然后我做过这种效果，但我当时我没有想太多。他又跟我提了一次，我觉得我教学里可以放进来。那我们现在具体讲一下细节怎么做。胶带链子、胶带指头2个打算会发生效果的地方。再把小拇指抵住手掌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3、2，讲3、2的时候，手指头跟这个链子都是撑直的、挺的。3、2，观众感觉到很扎实。1的瞬间，一拉，小拇指整个是放软的、放松，链子就使劲扯，它就会出来。尽量不要扯太远，那个效果就不好。一扯的时候，尽量靠近小拇指一点，扯出来不动，手掌马上抵住小拇指，尽量不要离太远，一点点出来就好，然后再摩擦一下。慢慢的跑出来。那垂直的版本是这样，他们原案都是用戒指哦，像这样子。垂直的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因为你没有抵住这边，所以呢，我会尽量觉得说你到深处一点，效果会比较好。你自己看一下，假设我在中间做，感觉就是硬扯出来，或者你觉得好像就是速度很快，所以你就直接跟他讲，手指链子直接放到深处就好了。比如说你可能到这里说，还不够。这个位置，他就知道哦，你是放到根部，小拇指的根部。3、2、1，所以我拉出来的瞬间呢，我还做慢动作的这样，3、2、1，然后我往左移了1格，同时我做2件事，拉出来加往左移，看就是这样，3、2、1，拉出来往左移，感觉是同一个位置，然后慢慢的再离开，千万不要这样。马上离开，观众会无法意识，你要让他清楚的看到效果的发生，前后出来，看他，然后把链子交给他，看他惊讶的表情。谢谢大家。OK， 首先介绍第一种假交换，会用到的是一条正常的链子跟一条磁铁的。那怎么做呢？首先，先让观众检查第一条正常的，回来的时候呢，做一个假交换，让他检查第2条。其实他检查的是同一条正常的链子，磁铁的依然在这里。那么我再做一次，像这样子，您检查第1条，回来的时候慢动作，检查第2条。再来介绍第2种，先把一条正常的放在桌子底下，所以手上会有一条正常的跟一条磁铁的。那么这个方法，它可以先做表演，表演完了之后呢，可以让观众检查第1条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去把桌子底下这条正常的换出来，尽可能保持不动。等到观众有疑虑的时候，让他检查第2条。
接下来介绍第3种，2条都是正常的，是先检查再表演。先让他检查第1条，现在在检查第2条的时候呢，偷偷的去桌子底下，把它换成道具的链子，这样子拿到东西之后，就可以直接进行表演。首先呢，先准备一颗磁铁，放在后面的口袋。接着呢，把一条正常的链子放进袖子里。这样子呢，你可以在表演的流程的结尾，让效果在观众手上发生。这样一来呢，表演完之后，观众就会先检查他手上这一条，这一条可以先做展示，趁他在检查这一条的时候，落袖，吸住，他就可以检查第2条。那一般携带的建议的话呢，我会建议正常的链子直接戴在手上就可以了，它的尺寸是符合所有人的手型。磁铁的部分的话，可以准备像这样记忆卡盒或者是电池盒，这种东西你可以在电子街或者是电子材料行去买到。那磁铁的不建议戴在手上，因为你如果说像生活周边有一些铁制品，然后可能会吸在上面，那你就会找不到它。那像我的话，我会在表演之前上个厕所，或者是借故离开，打个电话，这个时候去把一条换成磁铁的，这样就可以随时开始你的表演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剪子，他提供想法，一起完善 T1000。那也感谢大家购买，希望它可以对你们的表演有所帮助。谢谢。